注意对后高潮，对，注意看，武僧一龙的金钟罩铁布衫突然失效，险些被泰拳王直接打昏死过去。场上裁判害怕闹出人命，直接就终止了比赛。台下的女粉丝哭的是梨花带雨，泣不成声，哭的那叫一个惨。还有的部分女粉丝哭晕在了观众席。他想力图振作，但是呢，哎呀，很可惜啊。赛后，沙玉郎还对着媒体嘲讽一龙，声称2番战的时间与地点随便一龙挑选，这简直就是将一龙的脸面按在地上摩擦，没把一龙当人来看。ผมได้ดูการโต้ของอีหลงผมมีโอกาสไป8 ปีนี้อีหลงโอกาสลงกับผมไหมที่ไหนเมื่อไรก็ได้。听闻武僧一龙在擂台上丢了中国功夫的脸，太极实战第一人韩飞龙霸气出山，是要挽回一龙所丢失的尊严。韩飞龙是太极天师王占军最得意的弟子，听闻一龙在擂台上丢了中国功夫的脸面，王占军不得已才派出韩飞龙出山，目的就要让老外见识一下什么才是中国传统武术，刷新老外对中国功夫的新认识。然而沙玉郎可不是什么好惹的家伙，既然能堂而皇之一脚 KO 武僧一龙，那么沙玉郎在擂台上就拥有绝对的统治能力。韩飞龙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内心只想着如何为中国功夫证明，却将自己的安危置身之外。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韩飞龙是如何力挫沙玉郎为一龙报仇的。请长按3秒点赞，比赛开始。别看武僧一龙在中国的名气很大，其实韩飞龙的实力并不比一龙差。这个沙玉郎来到中国拳坛之后，就一直处于连胜状态，横行霸道的行为也是激起了中国国民的民愤。韩飞龙能否一战成名，就看这3个回合的比赛。后一场压轴大战，72.5公斤自由搏击超级战，红方选手是太极实战第一人韩飞龙，蓝方选手是4大天王之一的沙玉郎。沙玉郎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啊，4大但是虽然说近几年啊，因为年龄增长，状态有所下滑，但是还是依然保持了很强劲的实力啊。是的，这个泰国选手层出不穷，但是泰拳的4大天王波球、萧沙狂、沙玉郎，还有亚桑特莱，这个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仍然是被大家称为4大天王。那么韩飞龙呢是太极拳出身啊，也是跟随革命传统一步一步成熟起来啊。韩飞龙是太极功夫实战第一人，总体来说，韩飞龙代表的是太极功夫，往大的说，代表的就是中国功夫。机警的精神状态也是让韩飞龙打出了很多有效进攻。然而沙玉郎凭借多年对付中国选手的比赛经验，对中国选手特别了解，开始井条有序对韩飞龙展开主动进攻。当然会有些很不太协调的传统武术的动作，但现在已经进步非常明显。今天相对于韩飞龙来说啊，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啊。对方无论在实力以及名气上啊，都远远要大过自己一截啊。今天对于飞龙来说是一个不小的一个挑战。当然，如果今天挑战成功啊，也可以啊，这个一举成名。对的，但是韩飞龙呢，现在由于传统武术这个热潮吧，韩飞龙也是比较火的，而且他确实打出了自己的风格、自己的战绩，所以在网络上推广韩飞龙的点击量还都是非常高的。在内围对抗期间，韩飞龙显得十分无力，看来韩飞龙还是擅长中远距离，内围对抗和近距离对拼还是泰拳王的天下。然而沙玉郎的体型也是特别抗揍，所以才会不仅跟韩飞龙后撤步伐，还未熟悉比赛节奏的韩飞龙表现得十分机警，根本没想着要急于求成。他就这么胖，所以我很佩服泰国选手对于拳的热爱，但是不太看好他们对于体重这个方面的疏忽。虽然说这个年纪有点大啊，但是现在依然场上，今天我们在现场看他的这些攻击力还是很强。是的。小身踢没有成功。连续3腿4腿。第二回合。第二回合开始了，在内围和近距离沙玉郎占据些许优势，然而韩飞龙则是擅长中远距离，尽量将2人的位置控制在中远距离。不过沙玉郎可不会坐视不管，则是移动稳健的步伐持续跟进韩飞龙。殊不知，等待沙玉郎的将会是韩飞龙的一套组合拳法。他们送到泰国去学习，对。
互相换拳一旦到换拳的时候，沙玉郎这个经验的优势就不复存在啊。所以我觉得韩飞龙应该多去跟对手做一些技术的拼打，不要跟他打这些技术，因为经验上沙玉郎是相当的丰富。对，而且最近韩飞龙从他场上表现来看，我肯定能看出来他为这场比赛精心准备了很多。比如说他刚刚第一回合最后连续4个扫踢是抓住了那个时间点，泰国这个194几秒不会发生什么，但是连续了4个扫踢。扫踢还是有效果的，可以尝试再出一下。一旦进入到内围对抗，韩飞龙就会立即实施搂抱，分开之后就会即可对沙玉郎发起进攻。趁敌不备发起主动进攻，并不算是偷袭，只能说是在夹缝中寻找进攻机会。沙玉郎是一位慢节奏的选手，然而韩飞龙却是一位十分活跃的选手，所以沙玉郎对付韩飞龙是比较棘手的。肌腹漂亮。沙玉郎抓住对手这个正蹬肌腹，身体往前倾斜度很重啊，几乎是整个身体的力量压上去。连续2拳近身。今天看看龙威严是否还在？他在早期的时候曾经拼过宋一龙，所以说还是在中国打响了名气。对。韩飞龙呢，在备战期间呢，一直是在都江堰。我们知道，现在1月份都江堰四川那边就是阴冷，风是雪，但是韩飞龙每天坚持去跑步10公里。那种外面寒冰，然后里面透着汗水。沙玉郎面对眼前这个小伙子，根本就想不到韩飞龙能有如此高的爆发力。看来沙玉郎还是太小看韩飞龙。然而韩飞龙的表现则是更让沙玉郎大吃一惊，连续的组合拳法打得沙玉郎有些略微蒙圈。不过沙玉郎的爆发力是肉眼可见，韩飞龙险些抵挡不住沙玉郎的反击。沙玉郎这次再不发力的话，可能会输掉这场比赛。我认为沙玉郎一个是体重体现了这个态度，第二是说他在场上的这种表现，体现出他在比赛之前并没有把韩飞龙放在眼里。所以一分吧，也应该回来。但是现在时候不一样了，韩飞龙发力。回合第3回合开始了，前2回合算是沙玉郎的适应期，第3回合才是沙玉郎的爆发期。然而韩飞龙则是全程都在爆发期，只要沙玉郎不发起进攻，那么韩飞龙必然会率先发起主动进攻。就算比赛场面火星4溅跌宕起伏，韩飞龙依然可以保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对沙玉郎发起沉重的防守反击。从这个角度看，臂展确实很长，接腿挑摔。飞膝，但是挨了对手一个迎击。不断前手刺拳试探。韩飞龙今天的前手控制的距离非常不错。这样让沙一郎几乎每一击是把整个身体扑上去的，为了以求重量嘛。打完一套进攻之后的韩飞龙，不是进行搂抱就是往后拉扯，尽全力将这些微弱的点数优势保护在自己手中。面对这一现象，久经沙场的沙玉郎自然有解决办法。不过韩飞龙实施的招式太过无解，短时间内沙玉郎无法进行破解。沙玉郎也是正如东明所说的，他是慢慢发力了。是的。这会儿我觉得韩飞龙不要太过于被动了，还是要对自己有点信心，多一些主动的输出，再主动一点。虽然说这会儿沙一郎要开始发力了但是双方在互拼的能力上，其实韩飞龙也不是很弱还是有机会。是刚刚的优势，做好防守。对。这一拳很重。泰拳手的这个远距离的追击能力很强单个的拳加扫踢的这个跨度也很长。且战且退的韩飞龙并不是害怕沙玉郎，而是在后撤期间与沙玉郎保持安全距离，其后做出相应的有效进攻。被激怒的沙玉郎也不是闹着玩的，
此时此刻，韩飞龙的体能正在慢慢耗尽。为了中国功夫的荣誉，韩飞龙必须坚挺站在擂台上，来与沙玉郎进行重拳互换。包括屠文空都是受伤啊，没有办法参赛。再一次挑摔，沙玉郎这个体能也有所下降啊。双方真的火力全开了，但是真的来不及了。哎呦，下劈！比赛结束。自信。比赛结束了，能与沙玉郎大战3回合，足以证明韩飞龙的实力。武僧义龙连1回合都没撑过去，韩飞龙竟然能与沙玉郎对拼3回合且不落下风，太极实战第一人实至名归。比赛完了，收工了，收工吧。少看吗？还要多看。喂。是谁呢？红方是。最终，韩飞龙获得了比赛胜利，成功将义龙所失去的武术尊严挽回了回来。大家感觉韩飞龙打得好的话，请多多点赞，让更多人看到韩飞龙的硬气。